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，他从高雄赶过来，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。陈发斌跟我说，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。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，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？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，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。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他。您的意思是，从他家人下手？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，也没有好好吃东西。正好路过屏东，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，尝尝吧，开开胃。放心，没下毒。不再吃点了？那好，陈先生，我来呢，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，二呢是想问些问题。你看啊，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，我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，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，走线匀称。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，最后我想清楚了。一个整洁有序的人，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，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？和我想的一样。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，放下笔拿枪的手啊，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、补救衣服的手？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。古诗有云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。”不对，不是慈母，是贤妻才对吧？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。我是一个人，没有家人。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，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，
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，应该是身边有子嗣，对吧？哎，毕竟小孩子嘛，那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、糖饼什么的，很正常。我了解你们，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。就是屏东，没错了，就是屏东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，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。屏东是个好地方，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。给我点时间，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，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。组长，他都招了。不叫招了，但是也等于招了。自己暴露了，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，都标好了。标好了。主要是竹田、新港、嘉东那几个地方，人口密集，啊，挨家挨户给我搜，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，女人是福州口音的。是。注意没身份，速战速决，别惊了我的大狱。明白，我这就去。灭元啊，这太遗憾了，无妨，总有机会相聚的，均无要紧。怎么了，老师？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，突发脑溢血，灭元回不来了。哎，老师，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？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。此前，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，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。在被拘押前，我整理了一部分，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。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，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，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。是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，看一看，可能情况就不一样。于新兄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？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。学长，我当年上保定军校，投军前线，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，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。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，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。自从来台以后，我就过得憋屈。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，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。学长，台南也好，台中也好，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。实在不行，海南也行。反正您是学长，我就赖上您了，您帮我筹谋筹谋。好了，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但你也明白，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。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。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。学长，在台北，
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，也只有学长您了。我刚收到电报，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，病势严重，不省人事。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？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？担任副参谋长啊。郭主任一出事儿，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，我是担心出乱子，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。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。稳定军心是其一，快到年关了，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。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，又来这个事儿，这年关不好过呀。总长担心的2个问题互为表里，啊，舟山军心一乱，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。安定军心，我觉得是首要解决的问题。学长言之有理，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？备好备文物资，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，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，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，严防通共行为。这个建议太好了。那派谁去合适呢，学长？派谁去？你派谁去？你派我去也不合适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，真是怕了。至于人选，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。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，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，会有僭越的风险。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，选派几个吧，一起去。学长啊，学长，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，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。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，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。谨言慎行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。好吧，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。好。将军，这事儿还没成呢，您就着急收拾东西，未免也太早了点吧？云勋说他有胜算，如果不能成行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。来，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，用不干的东西。是我，周总长今日与我商议，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。我推荐你去。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，明早金龙出发。谢谢学长挂念。我推荐你去，不光你和我是旧交，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，你去，我放心。请您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那我去收拾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就不用去了。人多那儿容易引起怀疑，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。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，共10万人。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，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。无论是就地围歼，还是围而不打，直取台湾，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，我会请他接待你。你想个办法，去一趟作战室。
陈将军，先去我办公室吧。作战室在哪儿？2楼，去作战室。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，以便分配物资。戴参谋，你带陈将军先过去，我去拿分配草案。是，陈将军，请。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。您请便。老师，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。陈将军，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，您先过目，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。说笑了不是，指教谈不上，共同商策。喂，务办。报告，李副参谋长，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。您稍等。好，陪一下陈将军。是。次长，李元啊，我有2句话想单独交代你。你旁边没别人吗？没有老师，就我一个人。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，陈将军，喝口热茶吧。舟山不比台湾，屋里冷得很。好，慢点。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？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什么是大问题啊？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，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。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国防部呢，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，很快就会落实。太好了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别的问题，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。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，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。那你在这看我，不耽误时间吗？赶紧去拿吧。是。10月，总裁视察舟山前线，曾经说过，攻势薄弱，多暴露，行动儿戏，士兵也面黄肌瘦，不见健康之人。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。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。喂，老师。喂。喂，帮我借一下舟山指挥所。长官，请稍等。长官，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，线路受损，暂时打不出去。好。
戴参谋呢？哎，不是让他陪着您吗？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。李副参谋长，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，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。李副参谋长，你看啊，登部、胜寺，还有岱山，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，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。要我说，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，只能多给，不能少了他们的，以防军心不稳。是。等分配计划完善后，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。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。陈将军，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，这儿不太暖和呀。无妨，时间紧，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，做好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普陀佛茶太清脂，我有些喝不习惯。最近呢，火气有点大，想消消火。你这有没有菊花茶？有啊，我这儿给你拿去。哎呦，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？哦，太好了。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反复叮咛我，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。行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您先好好休息，明早戴参谋会带您去沙滩地。好。往年的正月，神明才开始出巡，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。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，消灾祈福了。老师，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，他能顺利到达舟山，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。你总是那么乐观。阿美也这么说。今年除夕的时候，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。好。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，又再联系你没有？没有。形同陌路。
姐夫。葡萄酒杯啊，尽量不要这样拿了。葡萄酒啊，不是白兰地，不是科尼亚克。手的温度啊，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。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，也可以握这个圈圈，看你喜欢了。姐夫，你知道的真多。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，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，好不好？不要了吧，那个最胖人了，我最近腰都粗了1圈了。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，否则啊，以后会后悔的。先生，多加一份蛋糕，我陪你一起吃。开动了，要趁热了。好。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，还是来我们家吧，我们家更自由点儿。也是。啊，学成，我要嘱咐你件事，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。放心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姐，你想唱就唱吧，我不会告诉司长的。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，害得我差点被转学？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。哎呀，小姐你放心，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。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？绝对不会，我发誓。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。好吧，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。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声纵情歌唱。真好听。我就胡乱学了几句。小姐，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？谁会不想呢？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，我才不愿意来台湾。司长说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。马上？马上是多久？老郑，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，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，一直打摆子，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，庄阿晨正在照顾他。情况属实吗？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，暗号和落款也没错。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。明白。吴次长。司长。我要查阅金湖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。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，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，身体不舒展，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。请跟我来。次长，我帮您找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查阅吧。这文件这么多，我帮您找，可以节省时间。不是说了吗？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，你去忙吧。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？不用不用，您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，让他带2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。是，次长。
吴次长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。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，请恢复原样。小晴，见字好。哥本心向蓝天，是为保家卫国，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。为继续实现理想，哥选择了起义北非，期待与你早日团圆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，回大陆。边锋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。我想，你哥哥的魂魄，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。当然，你有时间考虑，想好了就告诉我。吴次长，谢谢。
这布袋戏啊，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，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。想家吗？还好，但我妹妹特别想家。她前2天跟我说，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？你说是不是挺可惜？你先开车回去吧。我等您。这里离家不远，我可以走回去。去吧。是。深度猎期的任务结束了，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。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。查到现在，差点连命都搭上，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。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。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，就说明他们也怀疑，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。如果我查不出来，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。所以我只有接着查，你懂吧？越是这个时候，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。再说，在侦防组，那是明面上的工作，比渗透要安全多了。剩余的部署情况，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。于俊友，我是辜负你的期望了。子申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我是不甘心呐，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，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。子申兄，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？我去了，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，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，碉堡林立。大谢、眉山、桃花等岛解放以后，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。群起一团，显然是为了自保。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，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。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，纵深更大，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，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。这样吧，运友，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。你不能再去冒险了。这样，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，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。